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我們的來賓陳立偉、蔡正元委員。思敏好，大家好。淡大戰略所助理教授馬準威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來關注到的是習近平猛打石虎。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是在中國內部祭出的反貪腐權哦，高官頻頻落馬。另外呢，針對100萬人也是反腐零容忍，怎麼回事？今天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我們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因為川普最新喊出了3喊哦，他說習近平他是中國唯一的老大。同時間，我們看到今天會來特別討論了，光是1月份就連斬了10名的高官，代表中國現在權力結構已經拍板定案，正式進入收官期嗎？第二件事情來看，除了一月倒了10個人之外，高官還有1年查了上百萬人，這是中國大陸政府反腐了嗎？現在是以反腐為名的一個政治清算嗎？我們今天也會來做關心。最後今天會來看到是110名的這個將領，他們都落馬了。張又俠出事，這個到底是貪腐的問題，還是習近平要確保軍隊主要只認他一個人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現在是川普總統也正式的來為中國大陸背書了嗎？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最近打貪這件事情，除了這個張又俠案之外，還有許多起的案件不斷的爆發。那麼川普最新呢，他在空軍1號上面受訪講了3次哦，他說習近平是中國唯一的老大，甚至剛剛說了，他就說了3次他是老大。那我们也要來看到的是，光是1月份中國政壇的反腐風暴持續的延燒，因為1月短1個月內有10名現役或者是退休的這些重量級高官都被宣布要進行調查，或是直接落馬。而這一些高官，今天我們會來稍微看一下，其實橫跨了包括了軍方、還有部會，甚至是央企、地方黨委等等，等於一次把政治、經濟跟軍事的3條命脈的官員都做了一次性的清洗。好，來看到一些比較知名的官員，除了我們節目談了非常多的有關於張又俠案跟劉振立之外，其他還包括了相關的管理部門，或者是前內蒙古的這一些自治區黨委書記，甚至涉及到一些企業的一些總經理，所以這高官數下來大概有10名左右。習近平在最近也不斷的強調，他說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也絕不能輸的一場重大的鬥爭。所以呢，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川普的言論，他稱習近平是中國唯一的老大。那在對比說1月份有10名的高官落馬，有什麼相關性？現在就是要全力的打老虎，傾全力的這個終極收官嗎？委員怎麼看？請問一下，有人懷疑川普是美國唯一的老大嗎？川普一就任美國總統，馬上砍掉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馬上砍掉好幾個4星上將，現在又說要把4星上將砍半。請問一下，有人懷疑他是老二嗎？沒有懷疑的老大，連那個聯準會主席啊都被他修理得很慘。不只是如此啊，這個美國大概連參眾議院都臣服在他腳下。所以川普是美國唯一的老大，那為什麼習近平不是中國唯一的老大？啊，還有2個老大、3個老大，這很奇怪。又不是伊朗跑那個教主是老大，比總統還大。這個正常的政治體制，國家一把手就是一個老大，不會有2個人。那習近平是真的以前不是唯一的老大嗎？還有唯二嗎？這個就是我們來討論的。那這2個層面是不一樣的，一個是政治性，說你是不是老大，有沒有挑戰你權威，有沒有人故意要削減你權力，或者故意要造反。好，那第2個就是有沒有貪腐。貪腐簡單講就是拿錢。好，那這裡面呢，名單上的確有人是拿錢的，比如說一開頭這個大陸媒體就講說，這個貪腐問題嚴重啊，比如說王祥習啦、孫少平啦、顧軍，那這是在經濟問題，就是屬於拿錢，然後出賣公帑，或者是批什麼特權給誰，拿到什麼好處。那這個問題比較簡單啊，只是他的問題說，2013年，習近平打貪反腐搞到現在，還有這麼多貪腐嗎？一年真的要查100萬人嗎？那會不會
這個機制是不夠，還是哪邊出了問題？哦，這個大陸要自己去檢討。第二個，如果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張又俠這一次很明顯的是政治問題。因為解放軍報講了5個嚴重，看起來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經濟問題啊。他第一個嚴重是說嚴重踐踏軍委會主席負責制，什麼意思？抗命。我的解讀就是抗命，抗誰的命？抗習近平的命，也就是張又俠想要當軍隊裡面的老大，要架空軍委會主席，不然這一句話什麼意思？沒有別的解讀。這個自從毛澤東啊，在這個古田會議這個建立的解放軍的基本原則就是只准黨指揮槍，絕對不准槍指揮黨。其實這是個現代文明正常的做法。為什麼？因為很多歐美國家也有2條原則啊。第一個，文人領軍，國防部長一定是文人。第二個原則更經典，不許軍人干政，就是2個原則。跟這個只准黨指揮槍，絕對不准槍指揮黨，2個是異曲同工，沒有什麼區別啊。又不是軍閥時代，所以不會有這種狀況了。那張又俠是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跟劉振立2個人會去這麼嚴重的踐踏軍委會主席負責制，然後嚴重損害軍委會的權威？到底發生什麼事？不知道，是任用私人嗎？還是這個不服從命令隨便調動這個軍隊等等？還是有人更嚴重講說有兵變或者兵變，或者要推翻習近平？有沒有那個海外的那些一些異議人士講得像講故事一樣那不管如何，這個東西大陸上也真的要深自去檢討，是不是有更好的制度來防範這些事情這個沒有人懷疑美軍會兵變為什麼？因為它的制度很完整，很完整。那習近平講對反腐敗是個輸不起的一場鬥爭。任何一個腐敗的政權一定會走入滅亡。現在伊朗就是這個情形。任何一個腐敗的軍隊絕對不會打仗的以前的八旗兵就是個德性以前你看這個滿清入關都英武最後怎麼樣？吃喝拉撒享受豪華，就打不起仗了。整天貪污那最後結果是什麼？最後就是滿清滅亡嘛。所以我想習近平應該也了解到這些歷史上比較複雜的問題。所以川普講說，習近平是唯一的老大，是的，他還講他自己，我是美國唯一的老大。是好，那可是重點就是習近平他要這時候立案做了非常多的貪腐的調查，但是在去年2025年，我看到這個案子超級多，101萬件，處分了98萬人，包括省部級以上115人，這數字真的是非常的多。到底是在打貪腐，還是有沒有可能上對下的一種政治清洗？馬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在中國大陸，它這個反腐應該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它主要源自於1978年，當時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就允許當時的軍隊因為很窮，所以他允許他們從事事業性的這種經營。但是這個過程裡面，因為在中國大陸的軍的地位很高，所以當他們去經營的時候，很容易產生壟斷。到了1998年的時候，江澤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當時中國共產黨就發布一個決定，說從此以後大家不准再經營。但是問題是，78年到98年這20年，大概就積重難返了那大家也變成一種習慣。換句話說，你以現在台面上可能60到70歲的這些政治人物，以前都經歷過這個貪腐的階段。那也就是說你會拿到高官的位置，基本上你沒有乾淨，應該是這樣理解。所以他的問題不光是這幾個高官，而是他是整串人。所以你看，習近平上台以後，這十幾年裡面，每一年平均大概80到90萬人被立案起訴，就貪腐的這個立案起訴。所以這個累加起來，這數字非常的高這個可能將近1000萬。中國共產黨才9000萬到1億人，也就是10個共產黨有1個被查過，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這個內部貪腐問題是非常嚴重。所以習打貪，我認為一開始是真的，但是他後來發現，這打貪的過程裡面也可以肅清對他有威脅性的敵人或政敵的時候，他就開始不單純。所以我認為在後面的這個反腐的過程裡面，它同時體現着2種
目的，一個是讓這個國家可以更健全，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肅清政敵，我覺得它也是一個非常絕妙的手段，因為老百姓非常支持哦。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到底是它目的到底是放在肅清還是反腐，我認為其實從現在太陽上看起來應該是都有。好，肅清跟反腐兩件事情同樣並行。那另外一方面，其實有這個美國駐中大使，他也針對了這件事情做了一個評論。他是 David Perdue， 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他說呢，這一場行動除了是糾正軍中的貪腐問題之外，也是具有高度性的，因為習近平要確保軍隊可以完全的掌握控制權。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來看啊，從中國共產黨他之前，他就以毛澤東主席那個時候他就強調的，也就是剛剛鄭源老師特別提出的黨指揮槍。那如果是黨指揮槍的話，那其實因為共產黨以前在這個黨指揮槍沒有開始例行之前，他其實是受到一些教訓的啊。那也就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时候，那個時候的共產黨其實他們只着重於爭取民眾的支持，並沒有爭取部隊的支持，所以最後呢，在國共分裂之後，他就受到了這一個軍事的這個討伐啊，所以他那個時候也就是經由這個教訓之後，他開始例行黨指揮槍。那剛剛那個馬老師也特別提到了，就是之前有關於軍隊它可以經營很多企業的部分啊，但是後來不准。但是後來還有遺緒，什麼樣的遺緒呢？也就是2015年開始進行軍改之後，我們就看到中國大陸的裝備不斷的在起飛，不斷的在更換。那在這些更換的當中，當然就會有人上下其手。我舉個例子。也就像我們現在在談到，如果台灣海軍曾經發生的弊案，也就是我們講到拉法葉的時候，那時候也是我們台灣在更換裝備的時候，那就會有人上下其手啊。那至於說現在的這個狀況呢，那大家其實都有份。那之前南華早報還用了一種形容詞，它叫做他方式的貪腐，也就是貪腐一抓就是那個一串那個肉粽這樣子拉起來，所以只要下面的人不斷的往上咬，那就會是這個樣子。那我再舉一個我親身遇到的例子啊，之前我在念這個世新的新聞所的時候，那個時候有非常多的陸生啊。那我們下課的時候，有的時候閒聊，我就問他們說：“哎，你們是因為你們當兵啊？”就是入伍是因為家裡比較窮嗎？那個是2013年以前的事哦。他說沒有，家裡要有2個才能夠去當兵。我說怎麼會是這樣呢？我們一般都是覺得家裡比較窮去當兵。他說不是，他說因為當完兵之後，因為軍方有非常多的優待啊，或者是他可以從事特許行業，所以他就變成他去當兵，但是你要能夠去當兵，能夠升官，能夠進入到某些部隊，对不起，通通要錢。可是後來我在聽到的時候，他們說就是開始習近平主席開始打貪的時候，就全部拉下來，就是曾經你有收過錢的，通通都是這樣。所以那一段時間就是郭伯雄的那個階段，那他們遇到的就是這個事情。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解放軍報啊，他就講到永遠吹響衝鋒號，然後他在談到說身份沒有豁免權，功勞不是抵罪券。那他這件事情就專門對準了張幼霞來講的。為什麼？因為他講的就是軍二代，因為其實張幼霞的父親也是軍人，然後他講說功勞不是抵罪券，因為2次的這一個越南的那個懲越戰爭，張幼霞都有參加，所以現在他們這種說法呢，也就是一錘定音，反正這些人就是要落馬，這些人就是要更新，但是對於解放軍的指揮會不會有影響？不會有影響的，因為其實他後面都還有層層的代理人。舉個例子，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在年初的時候進行的這一個
正義使命2025的這個軍演的時候，其實他的司令員只上台了那個1個禮拜，就立刻的進行。為什麼可以？因為軍隊的指揮鏈非常清楚。今天換了這一個司令員，就跟隨着司令員做就對了，所以沒有指揮的問題。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包括今天要來特別還要關心到，就是爭議長達1年的長江和記實業，我們上次討論了非常多，現在確定了出售的巴拿馬運河案出現了重大的新進展。趕快來看到這個進展呢，是來自於這個巴拿馬最高法院在1月29號正式的判下了這個判決哦。他說，香港長江和記實業旗下的巴拿馬運河公司呢，持有的運河兩端的港口合約是違憲的，而且契約是被判無效的。趕快來看到，這是來自於巴拿馬的海事管理局正式的宣布。他說，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將借由接下來由這個丹麥的航運巨頭馬士基集團來做接手。那針對於現在這個判決，我們來看到國務卿盧比歐怎麼說？他說，美方現在對於巴拿馬最高法院的這一項決議是感到非常的鼓舞的。所以節目一開始來特別請教馬老師怎麼看這一背後有沒有可能有川普的在幕後操刀？是不是存在什麼以台面下的一些大交易？好，這個川普在去年12月的這個國家安全戰略裡面，其實講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勢力範圍，他特別重視這個西半球，那主要就在拉丁美洲。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對委內瑞拉的出手這些事情哦，還有包含對這個墨西哥的施壓哦，還有包含對一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國家相關作為，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是歷歷在目。所以對於巴拿馬來講，因為川普上台以後曾經說，在1月的時候說要用武力的方式來奪回巴拿馬運河。事實上，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從這個運河的開發到營運，有很長的時間，這個運河的確是在美國的手上的。那現在，因為美國的航運，它如果要到東亞，這是唯一大西洋跟太平洋連接最短的一條通道。那這條通道，美國自己的貨輪大概40%都要通過這個地方。可是這個經營權卻落在香港的公司手上。那過去其實美國對香港應該沒有太大意見，因為港英時期之後，它其實1997年雖然是已經回歸中國，但是在那個時候，它基本上香港還是大家願意信賴的一個對象。但是現在掌握在香港手上，等於掌握在中國手上。那它的關鍵是，這所有的戰略物資或軍用的物資，或者是這個貨輪裡面載什麼？其實這個管理者他會知道，所以這個資訊的控制上面，其實就造成美國很大的困擾。那後面有什麼交易？就是首先就是美國不希望域外大國把手伸進他的勢力範圍內，這個是可以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他給了丹麥的馬士奇公司。丹麥就是不久前這個格陵蘭的這個行政管理權的擁有者哦，所以我覺得川普的交易性格裡面，我看得出來，好像有一點蛛絲馬跡，就是說，這個延約這件事情違憲，什麼時候不好去審理？偏偏在川普的任內，而且是在他宣布他非常在乎巴拿馬之後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美國在背後一定有施壓。那第二件事情是，這個經營權給的國家跟對象是一個美國想要跟他談判他領土土地的這個國家，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濃厚的交易的味道。以至於我會相信，這後面應該美國是有特別是川普有他一盤棋的這個盤算。好，是不是要交換的是格陵蘭呢？好，我們持續的來看。那回顧一下這個 PPC， 也就是巴拿馬港口公司，他們其實從1997年開始呢，就已經經營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那合約當時我們回顧一下這起事件，其實是在2021年延期25年的。那這一次判決就說了，延期25年是缺乏合法
程序的，因此判他違憲。PPC 其實我們在去年已經討論過了這個議題，他將他的港口業務出售給了包括了貝萊德跟地中海航運為首的財團，當時有估一下他的估值可以高達200億美元，但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官方不希望港口經營權轉交給美商，所以受到阻礙。那我們也來看到說，怎麼樣可以判他違憲？到底有沒有這個法律上面的依據？像對於李嘉誠這一位長江和記實業的創辦人來說，到底是犧牲，還是有一種感覺他是一個解套？委員怎麼看？當然是賠錢犧牲了。但是注意到長和實業就是 PPC 的母公司，巴拿馬港口公司的母公司。那長和實業是不是李嘉誠的？不是。長和實業李嘉誠只有3成股權，另外3成股權是中國大陸的資金，還有3成股權是香港本地的資金，歐美資金只有1成。長和實業是這樣，所以這裡面現在賠掉這一筆錢被沒收了，它其實就是被沒收，被沒收了賠掉這一筆錢，少說有將近30億到50億美金，也就是說賠掉的錢，李嘉誠只賠1/3，另外中國大陸賠1/3，香港本地賠1/3，歐美只賠1成。談到這我就一肚氣，一肚氣啊！怎麼說一肚氣呢？今天被判違憲的理由是什麼？有外國政府勢力介入，這是違憲的理由。剛才為什麼由這個丹麥馬士基來經營呢？因為他不會受到丹麥政府的介入，他簽了協議，就是我不接受任何外國政府的介入，包括丹麥。這種任何一個國家把港口經營權讓別人經營，其條件就是不希望外國政府介入，純粹商業運作。我來解釋給大家聽不要把巴拿馬運河跟巴拿馬港口混在一起，這兩碼子事。你美國要收巴拿馬運河跟巴拿馬港口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巴拿馬運河東西兩端有很多港口，但比較重要的國際港口只有4個，東邊2個，西邊2個，結果。這個李嘉誠的這個長和實業左右兩邊各一個，各經營一個。然後另外呢，在東邊有一個是誰經營？台灣的長榮集團。在西邊有一個是美國的 SSA Marine 公司在經營。換句話說，在這裡面經營裡面，為什麼美國人不會去懷疑長榮公司有外國政府介入勢力？因為他長榮公司做得很好，連蔡英文去巴拿馬訪問的時候，他的副總經理都不敢出來賠，就是這個道理。但今天這個李嘉誠想要把這個運河，包括其他40幾個港口，跟運河毫無關係，那就是一個集裝箱的轉運港口而已，要把它打包裹，整個怎麼樣？整個要賣給貝萊德、跟地中海航運、跟新加坡海外投資公司。這個時候突然間來一個香港大公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媒，他說指控李嘉誠賣掉這個港口是民族罪人，是破壞“一帶一路”，是怎麼讓中國的戰略失誤？紅衛兵的帽子很會扣啊！你就擺明了是什麼？而且你是黨媒的身份，你就給人家一個理由，你是外國政府企圖干涉涉入，在很多大陸的一些網紅不得不罵他們一頓，這是無知害國。你要知道這個港口本身如果你純粹商業經營，他說因為我中國壯大了，因為我“一帶一路”所以才拿得到，狗屁亂講！為什麼？因為他是1997年1月份簽約的，跟你中國大陸什麼關係啊？中國大陸是1997年7月才接手香港跟你毫無關係，純粹一個商業運作然後我當時把這個大公報臭罵一頓，有人說你是李嘉誠的什麼誰，把包一包罵一頓，對，罵到了很多節目叫我評論就不敢叫我講這個事兒，所以你們這些無知的盲流大陸裡面這無知的小粉紅害死中國。現在以後中國人要去接手任何港口，那第一個你中國政府會不會介入？你不是找麻煩嗎？你還搞什麼“一帶一路”除非那個政府跟你關係很好，如果那個政府不靠你吃不靠你喝，他隨時來打你臉，沒收就沒收。人家已經投了50億美金下去，像一個晚上沒收。那你國家跟你講說採取必要措施，不是我吐槽你，你就好什麼措施都沒有，你最好有。
如果你連措施沒有的話，你中國政府的威望在哪裡？對，就整個被掃到顏面被掃到地上去了嘛。那為什麼大公報會這麼囂張？是不是北京有人想要借這個機會修理李嘉誠？可是你修理到2件事，你這樣無所謂，賠這點錢都要小事啊。中國大陸的資金都是散戶，香港資金也是散戶，歐美資金還是機構法人。然後更慘的在哪裡？剩下的你還敢去管其他的交易嗎？當時還拿出國家安全法令，還拿出了什麼香港合併法？我一看你們根本在鬼扯，然後我痛批他，很多人講你破防了，你拆破防，我說無知賣國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到了今天還有紅衛兵，就是大公報。你北京如果不處理大公報，你無法跟天下交代。因為香港它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的寶啊，上海不可能，深圳不可能，北京不可能。為什麼？因為外匯管制嘛。所以香港可以有機會使中國變成金融强国。你們今天是自己拿刀子在砍自己。所以大公報非常可惡。好，那我們看到在大公報發了這個消息之後，中國大陸還有這一起案子的判決出來之後，中國大陸立刻也是做出了反制。那現在是2項的反制，到底有沒有辦法翻盤？等一下請小健长來帶我們看。第一個反制是說呢，長江和記實業起訴巴拿馬政府申請國際仲裁跟賠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反制措施則是這個中原海運通知了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說他們接下來會取消12艘的貨輪到港計劃，損失金額每日造成巴拿馬大概是80萬美元的通行費，舰長怎麼看？我们来看到美軍是怎麼看這個巴拿馬運河的。其實美軍他要求他要能夠掌握全世界第14個重要的孔道。那這14個重要孔道呢，其實在美洲就這個巴拿馬運河。那這個巴拿馬運河它的真正的效果是什麼？也就是它在東部的這些軍艦是不是能夠適時的到達西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來看，這個時間的話，如果從巴爾的摩出發，然後到達珍珠港的話，它其實需要22天。可是如果說它從聖地亞哥出發的話，只要6天就到達。所以這個如果說沒有這個巴拿馬運河，它要往南繞的話，那更可怕，這個時間更可怕。所以我們講到說巴拿馬運河這麼樣的重要，而且在之前我們所看到的國家安全戰略裡面，它特別提到了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地點，那個建立或者是那個擴大通道，這裡也就是巴拿馬的重要性，它也提供在這裡。但是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川普他的心中最重要的還是錢為什麼？因為我們來看巴拿馬運河其實是一個非常賺錢的港口。那而且呢，就是說大家要從太平洋到大西洋，或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其實都需要通過巴拿馬運河，大家排隊等啊。那我們講到說，2024年的話，運河的這個總利潤近50億美元，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那至於說中國大陸有沒有替代方案？其實早就出現替代方案了。第一個也就是我們講到的這個有關於前開港的部分。前開港其實它面對的，大家認為它面對的是美洲，不是，它面對的是亞洲。也就是說，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它在10到12天之內，它可以到亞洲的任何一個港口。那這一個也就是它受到了其他的遏制，也就是說，如果巴西要將未來它的大豆的穀物送去，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必須要通過有關於南北鐵路，然後再轉運到東西鐵路。可是現在這個紅色的部分，也就是兩洋的鐵路，那能不能開成是一個問題。之前呢，我們鄭源老師已經說過了，這個以地緣的戰略來講的話，完全沒有這個機會，美國不會讓你做成這件事情的。所以我們就看到，慢慢的在這個拉丁美洲西岸的國家就會越來越重要。那至於為什麼美國會這樣大家這樣下手呢？其實我們來看“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其實整個拉丁美洲除了少數國家，我們這邊有看到編號的，通通都是。那通通都是，這個也就是我們剛剛在看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時候，他特別講到我固守西半球，
而且他要讓中國以及俄羅斯他的所有的基礎建設通通趕出去，巴拿馬就是個開始。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特別來關心到中東情勢。現在伊朗呢，核設施的發展有了最新進度，加蓋了它的屋頂，在它的核設施上面，並且說要這個有可能，現在專家猜測要重啟核設施了嗎？另外一方面，美軍的航母則是逼近到門口去了，還有再來就是薩德系統包圍整個中東地區，俄羅斯是否有暗中撐腰呢？今天我們就中東的核陰影逼近了，一起來做關注。好，趕快來看到是就在美軍的航母戰鬥群已經到了中東的時候，我們來看到最新的這個是來自於衛星影像曝光了。當時這兩個核武設施呢，遭到美軍跟以色列的轟擊之後的這個核設施，包括了伊斯法罕跟納坦茲哦。現在說呢，本來以為它已經荒廢了，但是看到這個屋頂加上了一個蓋子嗎？一個屋頂蓋，所以呢，大家就在說，是不是他正在做快速的修復？伊朗是要搶救它剩餘的核材料嗎？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我們看到美軍方面則是趕快出動了，包括它的 P-8A 的海神反潛巡邏機之外，還有它的這個海神的高空無人偵察機也頻繁的出沒，每天執行10到15小時長時間在這個地區做監控。伊朗說了，他不會退縮的，並且從1號開始，在荷姆茲海峽已經展開為期2天都是實彈的軍演。我們來特別解讀一下這個核設施為什麼這個時候加上了屋頂。那美方呢？美軍為什麼還沒有動手？是在等更明確有這樣子的一個訊號，就是核設施慢慢做起來了嗎？委員怎麼看？我覺得輿論上很多專家也都是莫名其妙。以前說啊，伊朗被美軍轟炸毫髮無損，不是一堆專家這樣講嗎？就毫髮無損，你在搶救什麼？都很好笑，邏輯上根本是矛盾的嘛。以那麼樣的地堡炸彈炸下去，不死也半條命。為什麼？因為那個鈾的提煉的離心機精準度要非常高，比我們那個什麼那個高鐵還要精準度還要高，還有台積電還要高。為什麼？因為它離心速度非常快，所以要稍有點地震的話，我們都要擔心我們的那個台積電機器有沒有受損。是那麼重的炸彈打下去，光那個震波就會使這機器損壞。那你停頓了以後，確定我們很清楚，他伊朗在這方面停工了啊，停工只是損害程度到，但是絕對不可能沒損害。那你這種東西只要一停工就沒法提煉，沒法提煉就擱在那邊了嘛。那伊朗到底在搞什麼？加個屋頂啊蓋，它可能有些動作啊，不排除是搶救剩下的核材料，看還能不能從那個什麼鈾的離心機裡面刮出一點殘餘的東西出來，那可能性是有的啊，但是。這個不是這一次美國跟以色列轟炸的對象，絕對不是。那你美國這是什麼海神啊、反潛機啊等等來出動，其實也沒有別的目的，在查清楚伊朗的防空這個還有剩下多少力量，還查清楚伊朗的革命衛隊到底部署在什麼地方，還有在查清楚這些包括哈梅尼在內的有將近30個教士集團的頭。你們到底人在哪裡？你們都用什麼方式跟其他人聯絡？從他們的通信這個狀況裡面去查清楚他們人在哪裡。他找這個目的是何在？這一次的美國如果出手攻打伊朗，只有一個，就是要動搖他政權。因為任何一個政權接受國外不斷的轟炸，遲早就會垮的。因為他毫無反擊的能力嘛。那你說他會去打荷姆茲海峽？美國說你來啊，正好。他擔心是什麼？因為荷姆茲海峽有一半是什麼？有一半是伊朗，因為中間有個小島，另外一半是阿聯酋了。你打吧，現在油價那麼低，上漲對美國沒什麼壞處啊。所以很多邏輯上我們要先把它理清楚哈。那所以這個現在這個教士政權已經進入了滿清末年。為什麼是滿清末年呢？因為這個教士政權基本上不是伊朗人。像哈梅尼本身是阿塞拜疆人，一票阿塞拜疆人控制伊朗的伊斯蘭教，
然後用伊朗伊斯蘭教來統治大多數的伊朗人，跟滿清蒙人像不像？滿族統治中國大多數漢族的這個德性啊。但是為了維持他的宗教政權的一個合法性，他就不斷的用宗教理由啊，想要去攻擊以色列啦啊等等等等。本來伊朗是跟以色列跟西方是非常好的，那就一來了遭到打擊，那他自己又經營不善又貪污。如果以習近平的這個標準的話，哈美尼早就抓去槍斃了。他是伊朗第一號大貪官。伊朗的石油收入3成進哈美尼口袋，4成進入革命衛隊口袋，國庫只進3成。貪污貪到這種公開的一個地步。所以為什麼伊朗的經濟不斷往下滑，就是這個貪污政權。那整天拿個經典在教訓老百姓，女人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女人不可以上學校，玩這個遊戲啊。他已經幾乎就是退化到中世紀裡面那種黑暗的神棍政權了。那美國當然要說，嘿嘿嘿，我什麼時候治不了你，我现在來修理你。炸一次不死沒關係，再來第2次。但是美國現在還沒有動手，不必急。當時在委內瑞拉一直弄，我說會打，一定會打啊！大家說怎麼那麼久還沒打？放心，他等他用錢收買差不多他就打。他就這個道理啊。就斬首是馬杜羅，現在斬首的對象比較多，所以應該是比較真主黨的模式。可是他現在最大問題是情報到底靈不靈啊？你看以色列打到真主黨，知道有幾個人在那邊開會，啪嚓一下就一鍋端了。美國有沒有這個本事？你 CIA 有沒有這個本事？有的話他就幹了。而且再來就是他光一個航空母艦艦隊不夠啦，要轟炸這麼多將近100個目標，你最起碼什麼要2個航空母艦。那川普說還有一個神秘艦隊要來，我們大家拭目以待。川普，你不要丟臉好不好？是好，所以說，首先是美國的情報到底準不準，再來就是第2個航母什麼時候到達，那美軍才會針對於伊朗的這個教士政權來做出手，還同時呢鎖定它的核設施。那我們現在看的，除了川普說有一個神秘的航母正在前往中東之外，還有林肯號，再來就是五角大廈也在全面的鋪設它的這個防空網。我們來看到幾個重點，包括第一個是薩德飛彈連，第2個愛國者系統已經全面進駐在中東的約旦地區，還有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跟卡達。飛彈驅逐艦現在也完成了包圍式的布建，2艘在荷姆茲海峽，還有幾艘呢在阿拉伯海、紅海跟地中海等等。那哈米尼也首度的針對國內啊，他說這一些示威者他們這個都是定調為政變的。那現在外界預估恐怕伊朗會有數萬名的示威者被展開大規模的處決。哈米尼也對川普正式的放話了，如果你真的美國動手，會引爆全面的區域戰爭。怎麼看美軍的布局？艦長怎麼看？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林肯號，它已經實際上在阿拉伯海了。那就如果說我們比照去年6月17號5月之錘行動的話，他們那個時候是有2艘航空母艦打擊群的，一艘也就是尼米茲號，另外一艘是卡爾文森號。現在光靠那個林肯號一艘的確是不夠的。我們從這一張圖上，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也就是其實現在這個林肯號的位置在這裡，那但是呢，我們如果來比對一下東亞，其實沒有其他的航空母艦打擊群。但是有一個美麗大而美的這一個航空母艦打擊群，我們上個禮拜就破案了，也就是布希號打擊群。那布希號打擊群呢，它要跨過大西洋過來啊，那它會直接的進入地中海，然後在這一個以色列的這個沿岸，因為其實以色列上一次的防空飛彈已經被打得差不多了，但他用航空母艦打擊群呢，因為打擊群的本身它就有這一個神盾系統，那個例如說這個伯克級的這種驅逐艦，它也可以來協防這個以色列的防空。那如果說我們對照上一次的話，上一次其實聲東擊西，也就是所有的航空母艦集結在阿拉伯海，但是真正的打擊是從那個美國本土這邊，從西邊來的。那這一次到底是要怎麼打？那我們現在還並不知道。但是其實這一次，它要除了這一個有關於400公斤的這個濃縮鈾之外，另外他要把這些政治人物一次的清掃乾淨。因為我們如果看上一次的話，那也就是第一個福爾多的這個設施，
被第二次攻擊，被以色列攻擊。為什麼？因為以色列說你美國的這一個碉堡客机沒有完全的摧毀，他就再來一次。那但是如果我們來看到美國的這一些那個國防情報局的人員說，其實上一次也沒有完全的摧毀。那也就這一次呢，他最可能應對的是哪一個？是納塔茲。那我们來看到這一個路易斯的這位教授，他長期的觀測這一個有關於美國如何使用彈道飛彈，他就說之前那個攻擊的納塔茲是這個地區，可是呢，他們在靠山這裡挖了一個更深的，也就是我們看到這一張更深的這一個地道，那也就是他們是不是已經從這邊移到這邊來了？至於說剛剛講到有關於這一個它是不是蓋屋頂啊？因為會漏水，因為如果沒有屋頂的話，下雨水就進去了，所以確定其實是被打穿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除了在伊朗的這個核設施的進度，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還有俄羅斯的角色，俄羅斯到底會不會協助伊朗呢？因為現在最新消息是，普丁已經秘密的會晤了伊朗的最高國安官員，引發地緣政治的緊張。還有就是現在也確定，俄羅斯的米格28它的這一個武裝直升機，北約代號叫做浩劫，已經確定交付給伊朗。如果真的打起來，俄羅斯的角色，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普丁的這一波，他的這個表態看起來他是支持用外交途徑來解決哦。那我覺得這後面有他的盤算。第一個就是，川普大概是這幾年的美國總統裡面一個對俄羅斯相對比較友善的總統哦，包含這個去年 NSS 裡面把 rival 這個名字都從俄羅斯身上拿掉哦。那所以我覺得普丁在烏俄戰場上可能有一些談判，他會覺得可能還需要美國，所以他不想跟美國直接的撕破臉。那再來就是說，其實從這個地緣上面看起來，俄羅斯最近的這個軍事基地是在敘利亞。那敘利亞它還要如果要去援助伊朗，它還要借到伊拉克。可是美軍其實在巴林就有它的這個艦隊基地，所以我覺得這兩者這樣相較之下，俄羅斯要去介入這場戰爭，坦白說它並沒有太大的甜頭。就是我認為它要實質用這個軍隊來介入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剛剛主持人講，就是包含這個米28，這個是的確送過去了，所以俄羅斯的現在的盤算應該是提供伊朗一些基礎的援助，然後軍事顧問本來就在，然後再加上部分的武器的提供，但是實質的地面部隊或者是要派海軍過去，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應該相對來講是比較低的。好，謝謝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今天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軍武面，殲20A現在正式的亮相，亮出它的肌肉哦。那麼中國大陸的空優進入了體系化戰爭的時代，今天我們會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分析。先來看到它在2011年首飛到現在，其實已經正式滿了15年。那央視也特別做了一個報道說呢，我們來看到是中航工業成飛罕見的公開它的多架的黃皮的殲20A 的試飛影片，也首度揭露了我們看到 CG 上面包括涵蓋有人無人、內場外場科研驗收在內，一共是5地實行的體系化試飛的一個組訓。比較明顯可以看出它的不一樣是它的座艙後方有一個超音速鼓包的結構，據傳可以讓這個戰機攜帶更多的燃油跟電子設備。那麼軍事媒體也特別做了分析，說殲20這一次的核心升級主要來自於它的航空電子跟指揮控制的能力，新增了機上的算力中心，就可以具備指揮第5代、第6代這個協同作戰的無人機的能力。委員怎麼看？首先啊，我們看看它所謂的5地實行是什麼意思？就是在5個不同的地點。然後這個5個是在5個不同的地理環境，可能是冷一點，可能是熱了一點哦，等等5個地點。那實行啦，就是剛才你講的，有人啊、無人啊、內場、外場啊、科研啊、驗收啊等等等等，哈，有10個型的一個體系化的這種試飛。
不過這個不是從殲20A 開始了，它事實上從殲20就開始，殲20是基本款，總共做了40架，殲20A 預計要生產400架，所以表示殲20A 才是主力。那現在又有殲20S 就雙軸型的，那要生產幾架，目前還不知道啊，可能明年度預算才會出來哈。那這一個殲20這樣的一個體系化哈，這個不叫做什麼10種不同的派生型號了哈，因為殲20本身基本款的只有40架，大家頂多只能訓練用的了啊，因為不需要派上戰場嘛。可是殲20A 一定是主力一定是主力哈。那殲20A 有沒有要改裝成什麼電子作戰飛機產生啊？什麼殲20D啊？現在言之過早啊，言之過早。現在最主要的是要殲20A 要正式裝備在解放軍的空軍，還有殲20S，因為也剛剛出來沒多久哈，所以殲20S 也還沒裝配到解放軍的空。殲20S 是雙軸型的，殲20A 是單軸型的。殲20S 這種雙軸型的，後面那個武器官在幹什麼？就指揮僚機啊，而且這僚機是什麼？就是美國空軍所講的 CCA 啊，就是一種協同作戰的一種無人機。那 CCA 就是我們平常講的无人的戰鬥機的僚機用的，要僚機用。所以這個整體來講，殲20就是一個確定已經進入可以裝備到戰場上、裝備到軍隊裡面來使用的這個可以說是第5代戰機裡面繼這個美國之後最成功的一個布局，因為俄羅斯也有第五代戰機，也有逆中戰機啊，可是它始終到底裝備了多少，沒有人看得出來它生產的架數沒有到上百架，因為你一個機型沒有幾百架的話，你不可能形成一個大型的作戰部隊嘛。好，所以剛剛也有講到說，它裡面比較特別的一些特徵，包括它有這個超音速的鼓包跟它的航電升級。馬老師有怎麼看？我想這個每一台戰機在發展，因為它首飛是2011年，然後16年就開始服役，到現在應該是已經10年了。這10年裡面會有很多的改進。那當然，電戰系統會不斷的增進，包含這一次它的這一代，就是它在這個雷達抗干擾，還有紅外線追蹤等等，它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覺得，基礎來講，它的戰力提升還是回歸到妥善率的問題。然後它能不能夠成熟的批次量產？因為現在看起來它服役將近300架，未來在2030要擴張到700到800架，就是大概 double 的數量。那現在它的製程非常的成熟就是特別是它的發動機 WS-15，它已經非常完善的。那這個完善的機隊跟比較單一化的這種大型軍隊，對他來講，在實際上的運用會比較容易。那它的後勤補給、照顧跟所有的維修妥善率都會跟着提升。而這樣的妥善率提升，事實上是一台有作戰能力的戰機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電戰系統本來就會增加，但是它基礎的這些機械系統、推進系統要能夠穩定的運作，我覺得是大概是它這一波，我認為在未來會有戰力非常重要的關鍵。好，剛剛我們看到就是航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海面。另外一方面是中國的北方工業公司在最近一個防務展上面，我們看到他說呢，首次在中國的境外公開展示全新的這個是瑞沙10的武裝無人水面艇。基本的小檔案我們看一下 CG 包括它的這個全長12公尺，排水量10噸，採用的是複合材料的船體，跟最大航速超過40節，作戰半徑200海里。現在說呢，這個火力配置是已經可以直接上戰場等級的了嗎？因為它呢的艦首配備了12.7毫米的遙控武器站，那麼後方還有這個雙停機坪等等，可以同時搭載無人的旋翼機。呂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有很多的裝備出現在各種不同的防衛展上面。這一次是出現在杜哈國際海事防務展，但是這一些裝備多半都是外銷型的，就是它並不代表解放軍未來一定走這條路，但是它其實也就是一個暗示。為什麼說呢？因為我們以前比較少看到解放軍發展這麼小，也就是它只有排水量只有10噸的裝備。那但是呢，它這上面雖然是有2個停機坪，可是它的
無人機並不在上面，無人機應該是它這兩個是可以打開的。那打開之後，它的無人機從裡面飛出來，然後等到要降落的時候，它再降落。為什麼？因為它的吃水非常淺，也就是它的浪很容易打上來。如果說它的无人機停在這邊的話，一下就被打到海裡頭去了，所以它是隱藏式的。那至於說它有垂直發射的系統啊，大家千萬不要想說這個是紅旗系列，不是，它是巡飛彈，或者是有另外一種翻譯叫做游蕩炸彈的這一種也就是無人攻擊的載具，它是在這個位置上面。這個其實也就是從俄烏戰場、烏克蘭的發展上面得到的一種新的一個概念哦。那另外，其實我們真正要看的解放軍它的發展到底是怎麼樣，也就是我們看的這個是東部戰區釋出來的影片，也就是它不是外銷型的。那這個是虎鯨號的無人艦艇，在前年的這個珠海航展，我有親自去看過這艘船。它這上面黃色的是偵搜系統，紅色的是雷射武器，那這個白色的其實因為它後面還可以載這個無人直升機，也就是它的太康系統。那我們來看他們的暗示是什麼？它的暗示也就是它其實是會在055萬噸驅逐艦的最前端，作為一種哨戒之用。那另外，既然講到無人載具的話，那在空中、在水下其實都有。所以我們看到未來的戰爭，為什麼我們講到的是一體化，我們講到的是體系化？因為未來最重要的是我如何的目獲，那目獲最好是我在對手之前目獲。那這樣的話，戰場迷霧就陷在對手這邊，因為我對於對手非常的了解，也可以全班的掌握。而且現在所謂的馬賽克戰，也就是我既是偵搜也是打擊，那也就是所有的裝備不只是無人機啊，所謂的察打一體，絕對不是只是如此。所以我們這樣子來看呢，現在我們台灣也同時的在發展這個無人載具啊，我們不要一次買太多啊。為什麼？因為這一種無人載具它的進化非常快，那我們現在一次買那麼多，也就是我們未來是不是我們要提升它的性能的時候，我們要換代的時候又受到限制的。那其實我剛剛講的也就是未來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它的最外面也就是我框的這4個紅的地方，也就是它的虎鯨號會在這個位置上面。不過我們再看最新的076兩栖攻擊艦的時候，我們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很注意它的這個甲板啊什麼。我們看到旁邊啊，其實旁邊才是重點。旁邊這個是什麼？旁邊這個也就是水下無人載具。所以我們要認定076，它本身可能就是水下無人載具的一個母艦。為什麼？因為這種大型的水下無人載具，它可以放在它的屋艙裡面，然後它可以泛水，然後讓這一些無人載具游出來。